如今也有不少新的游戏大作都内置了光线追踪功能，以达到更加自然真实的光影效果。而想要同时获得好看真实的游戏画面，以及保留丝滑的流畅体验，那么一张性能卓越的显卡是必不可少的就比如 RTX 5070 Ti， 而今年新推出的毁灭战士黑暗纪元，在 4K 2160P 分辨率极致噩梦画质特效，同时开启光线重构功能后，得力于 NVIDIA 的 DLSS 4与 FG 多帧生成技术，让游戏帧数能够从30帧一跃来到120帧满足了高分辨率、高画质与流畅度的需求。而本期节目在有了 NVIDIA 的赞助下，我将组装一台全白主题的风冷游戏主机能够满足毁灭战士黑暗纪元在 4K 2160P 分辨率极致噩梦画质，并开启光线重构特效下满足稳定流畅游玩的体验。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天的装机分享。相信大家都经历过，我们常常为了追求极致画质而牺牲游戏流畅度，但现在你已经可以两者都并存了，而这就是 NVIDIA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正在做的事。它有3大王牌技术，第一张牌 DLSS 4，它用 AI 帮你把游戏帧数变多，让你能够在更高画质下玩得更顺。第二张牌多帧生成 MFG， 这更夸张，它直接用 AI 在游戏画面之间创造出全新的帧，让你的帧数直接翻倍，甚至还更多，画面流畅到不像话。最后一张牌 NVIDIA Refresh， 它能确保在你享受超高帧率游戏的同时，让你的鼠标和键盘反应获得极致的响应速度每一次操作都精准到位绝不拖泥带水。简单来说 ，RTX 50系列让你可以在高画质下享受电竞级的流畅度和反应速度想体验什么叫做火力全开的游戏，那么升级到 RTX 50系列就是你唯一的答案。首先是显卡这一次是拿到了这张华硕 TUF Gaming RTX 5070 Ti YOC，之所以选择它，还不是因为它是白色的咯。那是因为 TUF 这个名字代表了可靠性这一张 TUF Gaming RTX 5070 Ti YOC 采用了军规级的电容与电感，确保电力输送的稳定另外散热规模也非常豪华，采用了 3.125 槽设计的压铸金属框架，让整体的散热性能上限提高了不少，并且配备了骤流风扇设计，来大幅提高风扇的风量，以及通风式的金属背板，让长时间高负载游玩游戏有了稳定的保障此外还采用了相变 GPU 导热垫可以有效延长 GPU 的使用寿命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白色和内敛的外观风格非常符合这一次的装机主题，于是它就成了这一次的装机首选。接着是 CPU 与主板套装 ，CPU 这次是选择了 AMD Ryzen 7 9700S。之所以没选择 S3D 系列 CPU， 还是因为 S3D 在搭配高分辨率与显卡性能比重更高的游戏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因此我认为 9700S 是目前高分辨率单机游戏的首选之一。至于主板，这次是拿到了华硕于今年8月份新推出的 TUF Gaming B850M Plus WiFi 7W 这也是华硕推出的第2代 B850M 主板系列之一其中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将之前 B850M Plus 中位于第2槽位的 PCIe 16显卡插槽移动到了第1槽，这使得即使是搭配了厚度加厚的显卡，也不影响兼容一些紧凑型机箱的使用。与此同时，也将无线网络升级到了 WiFi 7并且外观也采用了全银白色的设计，这使得了对于全白装机有需求的用户多了一款主机版的选择了。刚巧这一次也是用上了 TUF Gaming 系列的显卡，因此主板也延续使用 TUF Gaming 系列显得更加的一体化。内存的部分则是继续沿用在频道内出镜多次的科富 Cosby RGB DDR5 套条容量与频率持续维持 6GB 乘2 DDR5 6000C30。机件上则是均来自 Liquid 9座风神的产品，散热器是目前旗舰风冷 Assassin 4 VC Elite 全白色外观外加7热管的搭配，用它来压 9700S 肯定是不需要担心。我尝试过了，这一张主板上使用还是能够勉强与 TUF Gaming RTX 5070 Ti 兼容只不过真的是刚刚好，几乎就没缝隙了。电源是 PM850MWH 白色版，支持 AT+ 金牌转换率以及全新的 ATA 3.1与 PCIe 5.1标准，采用了动态 FDB 轴承风扇，让电源高负载时依旧保持良好的噪音水平同时也搭配了压纹模组线整体的离线体验也是加分不少的。最后是 CH560 Digital WH 机箱前置面板提供了满满且巨大的通风网孔，并且配备了4把高质量的 RGB 风扇
通风性能完全不用担心。同时在机箱侧面下方也提供了速显屏方便观测 GPU 与 GPU 实时的状态唯独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机箱前置面板的数据线以及螺丝并非采用纯白而是黑色的搭配不过好在这一次的主板插槽也是黑色的所以也就无伤大雅了。大致和各位简单介绍了本次的装机硬件搭配马上进入到了实测环节。这里我是在 BIOS 内将9700X 手动设置 BBU2 负压同时也锁定了90度的温度墙。这个设置的 CD8223 跑分在单核2257，多核24163分。而我在进行 FPU 单考20分钟后，CPU Bake Cache 温度顶着90度频率为全核心 5.25G， 功耗稳定在135瓦，还算可以接受吧。同时我也加入了 Full Mark 2显卡烤机一同双烤 ，CPU 一样顶着90度的温度墙频率则是在全核心 5.08G， 功耗125瓦。双烤下 CPU 还是有点影响的，倒是显卡的部分就表现得游刃有余。显卡核心温度61.5度，显存温度更是只有59.6度，整卡功耗300瓦，完全没有压力不过考虑到单机游戏 CPU 的温度会低很多，因此只要显卡能够稳定发挥，基本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那么现在马上进入到毁灭战士黑暗纪元的游戏实测中。在 4K 2160P 分辨率极致噩梦画质特效关闭光追也关闭超分功能下游戏内的实测体验为40帧左右，这还是没开光追呢可见黑暗纪元对于显卡性能还是有不少需求的。接着在我尝试开启 DLSS 质量档超分辨率功能此时游戏实测帧数是上升到了接近60帧的体验勉强是能够流畅游玩了。但只是这样还是不够的，玩毁灭战士黑暗纪元那肯定是得开光追特效于是，在保持了极致噩梦画质下，我开启了光线重构功能同时还将 DLSS 超分进一步降级到了平衡档这时候帧数直接暴跌到只能够维持在30多帧了整个体验影响十分巨大到这里理论上如果想要提升帧数，那就只能降低特效，又或是替换性能更好的显卡但这一次的 RTX 50系显卡得力于最新的 DLSS 4以及多帧生成功能，搭配全新的 NVIDIA Reflex 技术降低开启多帧生成后造成的输入延迟。在开启了4倍多帧生成功能后这下帧数直接暴涨到了接近120帧了同时整体的画质表现几乎没有太明显的观感差异，输入延迟的影响也几乎感受不到可用性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哪怕是将 DLSS 超分提高到了质量档，也能够稳定维持在90帧并且除了4倍的帧生成，也还有提供2倍以及3倍的帧生成选项对于输入延迟体验比较敏感的玩家，也可以选择2倍或3倍帧生成来平衡帧数以及输入延迟的体验。总的来说，得力于 DLSS 4以及多帧生成功能特性，让玩家能够体验更流畅的游戏画质体验。我觉得这项功能本质上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目前针对部分游戏在开启了多帧生成功能后，可能会存在一些画面上的细微瑕疵，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些功能还能够进一步带来更好的体验。最后来说说《毁灭战士黑暗纪元》这款游戏，虽说全开特效下对于显卡性能的压力还是非常高，但毫无疑问，《毁灭战士黑暗纪元》本身的优化还是做得挺好的，在一些甜品级显卡，比如 RTX 5060，依旧能够提供不错的画质表现，可见 id Software 的优化实力还是非常到位的。最后就是这台主机的外观啦，不得不说这台主机的外形还是比较耐看的而且本身的满载噪音也不是很高只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这里我就不一一点出了留在之后再尝试不一样的装机内容给大家。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